男人怎么也想不到，只是一句玩笑，竟给自己讨来一个老婆。老许啊，你要老婆不要？哎，你要老婆，只要你开金口，我等会儿给你送来。许灵君以为老郭是在开玩笑，于是便笑着答应。那你就送来吧。好，君子一言啊。听了他的话，老郭兴冲冲地跑出门，回头还不忘嘱咐：哎，你准备准备，今天晚上去洞房花烛夜吧。许灵君并没有把老郭的话放在心上，可转眼老郭就把一个姑娘领了过来。进来吧，这就是你的家。那他就是老许。这一幕让许灵君有些不知所措，他急忙把老郭拉到一边。哎呀，你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。什么玩笑？老郭说：“这可是你亲口答应我的。”说着就从怀里掏出2个结婚证。这下许灵君彻底慌了，他没想过这辈子还能结婚，他害怕自己特殊的出身会连累眼前这个漂亮的姑娘。许灵君出生在封建的一个大户人家，从他记事起，父母就感情不和，经常吵架。最后父亲选择抛下妻儿，独自去国外寻求发展。母亲在父亲走后不久就去世了，家庭的变故让他从小成了一个孤儿。后来他又因出身问题被打成老幼，原本考上大学的他被下放到遥远的西北牧场，在一望无际的大草原进行劳动改造。许灵君被分配在马队里工作，无亲无故的他整天和马儿在一起，累了就躺在马厩里，想到自己坎坷的经历，泪水不经意从眼眶滑落。他也曾有过轻生的念头，可身旁马儿的嘶鸣把他拉回了现实。许灵君抱着马儿失声痛哭，他把这些年的委屈全都发泄了出来。重新振作后，他决定好好活下去。这里民风淳朴，牧民们看许灵君无家可归，便腾出一间破旧的土屋给他。邻居大爷还帮他挂上帘子。祁连山上月里吹下来的风湿透骨凉啊！大爷和许灵君一起来到屋里，这里虽然简陋，但至少可以遮风挡雨，也算是有一个落脚的地方。这时大娘端来满满2大碗面条。吃饭喽！我就回去。你开开门呐，我把饭端来啦。在他们眼里，许灵君是个好人，他干活踏实，人又老实，是个苦命的孩子。小许，快吃吧。不，大娘，我不饿。许灵君有些受宠若惊。您看，我这还有馍馍呢。快趁热吃吧，我家还做一大锅呢。吃饱饭不想家啊！邻里的热情让许灵君备受感动。大娘临走时更是嘱咐：以后要用什么呀，就到我们家去拿。住到一块了，就跟一家人一样了。渐渐的，许灵君习惯了草原放牧的生活，他也融入了这群淳朴的牧民当中。不久，村子里张贴大字报，许灵君被要求去学习班报道。村民们不愿让他去挨打受气，于是聚在一起为他出谋划策。哎，我有个办法，只要我们咬住草情不好啊！大爷先是一愣，思索片刻后恍然大悟。第二天大家就来到学习班。老郭说开春3个月没下雨，草芽子到现在还没有露头，马儿全都饿瘦了。大伙也都跟着大声附和，说山下的草场今年太旱了。老郭提议让大家一起上山放马，这么苦的差事，当然得让许灵君去。队长也是左右为难，既不能违抗上级的命令，又不能耽误生产。上头已经打了好几次电话，让许灵君来学习班报道，于是便想让大爷替他上山放马，这可正中老郭下怀。什么？让一个老贫农上山，让一个年轻的右派在家里享清福啊！队长见此情形也只好答应。许灵君被大家的善举所感动。这天老郭在回家的路上遇见一个姑娘，经过打听知道对方是逃荒来的，老家的亲戚给他说了门亲事，是牧场开拖拉机的小伙。可当秀芝来到这里时，才知道对方在不久前因为车祸意外去世了。人生地不熟的他不知如何是好。老郭问他现在有什么打算，秀芝哭着说自己也不知道。就在老郭准备起身离开时，秀芝叫住了他。大叔，哪没有寻好的人？你们能给我找个吃饭的地方吗？我能干活。老郭挠了挠头，计上心来。我还是再给你找个家行不行？秀芝含泪点了点头。接着老郭就四处帮他找婆家，可村民们都以秀芝身体单薄，干不了活，唯有婉言拒绝。这时郭大神想到了许灵君。你不会给灵君说说，人家都30多了，还没个老婆呢，个头也般配。夫妻俩一拍即合。哎，我怎么没想起他？好，就这样老郭把秀芝带到许灵君家里。没等他反应过来，老郭就迅速离开，把刚领完结婚证的2人留在屋里。面对突如其来的老婆，许灵君不知如何是好，他紧张地站在那里，看到地上的烂鞋，赶忙踢到床下，又抓起床上的脏衣服丢到一边。2人互相偷偷打量着对方。这时炉子上沸腾的稀饭打破了尴尬的气氛。许灵君把粥倒进碗里。你吃饭吧，我煮的粥。你吃吧，我不饿。秀芝看到只有1碗粥，于是端起来让给许灵君。你吃，你干了一天活了。 2人互相谦让，
这时秀芝说：“我们分了吃吧。”可家里只有一副碗筷，许灵君就用锅又接回一勺半粥。好，见没有筷子，他随手拿起高粱干准备对付一下，这让一旁的秀芝忍不住笑了起来。你笑什么？你这个人可真能将就。秀芝从包裹里拿出一把勺子递给他。许灵君问起了秀芝的家庭情况，得知他家里除了父母还有2个兄弟，因为闹饥荒，父母迫不得已才让他出来投奔亲戚。想到这，秀芝的眼泪就开始在眼眶打转。许灵君急忙安慰她别难过，他告诉秀芝这里的牧民都很好。吃完饭，秀芝抢着要洗碗。来时我妈交代过，叫我要勤快。许灵君见状就默默给他添上热水。秀芝问这里有没有邮局，他想给家里报个平安，想给我妈写封信，告诉她我找到个家了。听了他的话，许灵君先是一愣，看着2人的结婚证，他思绪万千。自己何尝不想有个家？可特殊的身份让他不敢奢望，泪水忍不住想要流下来。为了不让秀芝发现，他独自来到屋外为骑马来。等他再回到屋时，秀芝已经躺在床上沉沉睡去。他把唯一的一床棉被盖在秀芝身上，自己则在冰冷的地上打起地铺。半夜醒来的秀芝看见许灵君睡在地上，以为他是嫌弃自己，又想起自己这么些天的遭遇，秀芝伤心的大哭起来。许灵君被她的哭声惊醒，以为她是想家了，于是拿出了自己所有的积蓄。这是我攒的40块钱，还有20斤粮票，你带上回四川，回家去吧。这让秀芝更以为他是嫌弃自己。你是不是嫌我长得丑？看到秀芝再次哭了起来，许灵君急忙上前解释，他说自己是老幼，不想让秀芝跟着他受苦。可秀芝并不介意他的身份，从他见到许灵君的第一眼就知道他是个好人。看到秀芝这么信任自己，许灵君不禁流出感动的泪水。他告诉秀芝自己是犯过错误的人，注定要在牧场劳动一辈子的。秀芝说犯过错误以后不犯就是了。一辈子有什么不好？我陪你在这劳动。那也太可怜了。我不可怜，我命好。为什么？我看出来了，我遇上个好人。秀芝的话就像是一道曙光，让许灵君在颠沛流离的生活中看到了希望。他紧紧握住秀芝的手，2颗心在此刻也靠在了一起。几天后，他们准备举行婚礼。许灵君邀请大家去喝喜酒。秀芝说了，今天晚上请你们都过去，哪怕是喝一碗水，也表表我们的心意吧。晚上，秀芝梳妆打扮，换上新装，一袭红衣美丽动人。村民们如期而至。老郭把许灵君拉到一边，这是我们7对，每家送你5毛钱，一共是23块5毛。许灵君说什么也不肯收，大爷让他拿着，这是大家伙的一片心意。老郭还嘱咐他给秀芝买件新衣服，毕竟这是人姑娘一辈子的大事。虽然大家都不富裕，但还是纷纷给他们送来锅和米，还有布票粮票。村民们的质朴再次感动了他们。许灵君的生活从此也不再孤单。白天他去草原放马，秀芝就在家里拖土坯。他要盖院墙、盖房子，眼里满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他还养鸡养鸭，把原本冰冷的房子变成温暖的家。不久，他们的儿子出生，秀芝一边照看孩子，一边让许灵君教他读书认字，他们的生活也越来越好。这天，队长让许灵君去一趟场部，他以为又是因为自己老幼的身份要挨批评，不曾想这次竟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。上级承认当时对他身份的错误划分，不仅补偿他500元，还安排他到牧场小学教书。听到这个消息，许灵君再也控制不住失声痛哭，多年来的委屈在此刻终于得以发泄。看着手中的补偿款，秀芝为他这些年的遭遇深感痛心。村民们得知消息，纷纷前来祝贺，大家把全村孩子的希望都寄托在了他的身上。我们这群穷哥们儿这辈子是完了，可这些孩子都交给你了。许灵君向大家保证，自己一定会好好教这群孩子的。老郭开玩笑说，秀芝的好日子来了。现在的许灵君可是人民教师了，可秀芝却说，我不管教师不教师，在我眼里他还是许灵君。他就是当上官我也不稀罕，再放20年马我也不嫌弃。我从结婚的那天起就给他改正了，不是现在。好，你改正有什么用？你改正也不能给他补500块钱呢。我把心都扒给他了，比钱贵重。本以为日子会这样幸福的过下去，可是很快许灵君就面临了一个重大的考验。一直定居在国外的父亲突然回国，如今的他拥有自己的工厂，资产过亿。他回来是想让许灵君出国继承自己的家产。许灵君觉得不管自己最终作何选择，他都想去见父亲一面。秀芝连夜煮了很多茶叶蛋。1亿有多少？大概能买1万辆汽车吧。哎呦，那么多钱呢！
秀芝听了儿子的话，急忙教育：钱只有咱们自己挣来的，花的才有意思，才心里安逸。不是我们自己的钱，一个也不要，这叫志气。儿子点点头。出发前，秀芝特意买了2大袋枸杞，人家说老年人吃了补养，给爸爸带去。这也许是他们能拿出最好的东西了。秀芝把家里的钱都交给许灵君。穷家富路，你带上吧。看着许灵君坐上离去的大巴，秀芝背着儿子在后面追着跑了好远。很快，许灵君就见到了父亲，这是他们阔别30年后的首次相见。要是在大街上，我一定认不出你来。如今的父亲已是2鬓斑白，而他也过了而立之年。父亲带他去一家高档餐厅吃饭，周围的环境让他感觉格格不入，一顿饭就花了80多块，这可是他全家1年的开销。回到住处，他把茶叶蛋藏了起来，他没有勇气拿给父亲。你怎么能想到3个人吃顿饭要80多块钱？隔天，他们一起去逛瓷器店，父亲阔绰地买下一个800块的花瓶，他让儿子也挑些喜欢的东西，可这里的东西都太贵了。最终，许灵君花4块5买了一个泡菜坛子，而且这个礼物还是买给妻子的，因为秀芝是个四川妹子，她最喜欢吃泡菜了。许灵君把秀芝的照片拿给父亲看，父亲很喜欢这个儿媳妇，他想带儿子一家一起出国，弥补这些年对他们的亏欠。晚上，父子俩再次促膝长谈，父亲希望他们跟自己一起出国，享受更好的物质条件，但这个想法却被儿子拒绝了。在他最失魂落魄的时候，是那群善良的牧民帮助了他。正如离开时秀芝说的：你走不了，我心里有数。为什么？你是不是觉得我离不开你？我没有那么大的本事，我知道你舍不得小学校里那批孩子，舍不得老乡，还有你也舍不得他。秀芝说：你天天趴在墙上看，你可以把地图摘下来带走，但那是空的。祁连山你背不走，大草原你带不走，你不会离开这片你深爱的土地。见儿子态度如此坚决，父亲也不再相劝。林君，我还想托你办件事儿，你能不能在大路上就买一块2米长、1米宽的墓地？我这把老骨头还想丧才出国。许灵君让父亲不要太伤感，他会带着秀芝和儿子去看他的。说着把秀芝买的枸杞送给父亲，父亲非常开心，他拿出提前准备好的礼物，让儿子转交给儿媳。随后父亲踏上了出国的航班，许灵君则再次回到那片熟悉的草原，这里有他汗水浸过的土地，有他患难与共的亲友。落日的余晖下，秀芝背着儿子朝他跑来。许灵君来到牧场的学校，他激动地在黑板上写下一行文字：